大家好，我現在跟大家播報一篇來自綠道世界的文章，作者是阿爺。香港碎屍案背後的末日心態。香港這次這個碎屍案，蔡天鳳被碎屍案，算是多多少少反映了一些香港這幾年的社會心態的。當然，這是比較延伸性地思考這個問題，肯定有人會反對，認為過於聯想。但這樣的聯想算是必要的。一、首先並不完全填對碎屍案主謀的警察從業背景，雖然這是案件的關鍵之處，但從反送中開始，香港警隊的濫用暴力問題是反送中官民的死裂之一，也是五大訴求之一。市民從612集區之後一直要求政府調查警隊濫用暴力，隨意施放催淚彈，肆意毆打示威者等。本嚟政府在這個問題上軟化處理，是有可能在早期緩解反送中的矛盾，甚至化解。但林鄭沒有這樣的智慧，不敢審查警隊以防自己失去最後的支持，而盲目包庇警隊。我相信這個舉措並不一定是中央施壓的，而是林鄭自己愚蠢一意孤行。尤其是721元朗白衣人暴力事件以後，政府包庇警隊已經肆無忌憚，自此反送中的矛盾深度激化，再也無法收拾。因此，從那時開始，香港市民對警隊的不信任已經無法挽回，警隊在市民的公信力也降低到幾乎為零，甚至低於港府。而港府這些人的包庇縱容，中央倚重香港警隊實施國安方鉗，更助長了警隊的很多知法犯法、專業素質下降、人文素質急降的各種問題。而市民一方也在反送中後的打壓氣氛下，對社區不抱希望，而產生了強烈的末日心態。支持建制派當然好越，繼續生活賺錢。那些不喜歡阿爺統治的，有的很多用腳移民了，但船剩下大部分人沒有走。但這些沒有走的人，其實卻無形中滋生了這種末日的社區氣氛。他們對警隊沒有信任，對社區發展不抱要求，不抱希望，採取了能幹就幹，不能幹大不了移民的心態。所以這些以前作為經常能起到監督社區的一方，也放棄了以前的社區責任感。況且在今天的國安為上的政治氣氛下，給政府提意見、批評警隊，都隨時面臨污名化的打壓、迫害。這些市民所以也根本不再關心社區。三，在上述官包庇警隊、民畏懼警隊、放棄社區的氣氛下，香港社區在反送中後出現了很多幾十年沒見過的惡性事件，包括警隊的監守自盜、警運涉嫌偷渡勞力士手錶案、警方高層涉嫌包庇涉黃場所、國安處主任作為主要當事人涉案，多次市面出現槍擊事件，重新出現多起90年代的打劫金行、錶行案件，進而就是這次碎屍案此類的惡性事件。其他猶如貧富差距的自殺慘案等社區案件，經常發生，先不放在一起。四，這種末日心態非常負面，助長了社區惡性事件的發生。警察肆無忌憚，反正未人敢監督我管好國安，走好亂黨就交得了差了。市民也是對前景沒有希望，所以社區如何揮落也無所謂，實在受不了了就移民去英國。這種末日心態如80、90年代有些類似。面對97回歸，當時市民也是有很嚴重的移民心態，但當時中共鐵拳上只是頭上懸的劍，船沒砍下來，因此害怕只是心理上的。部分人移民，但剩下的人船沒有放棄香港。現在是都遭遇過中共的鐵拳，所以剩下的人也放棄香港了。而90年代港府並沒有公開放棄港人。社區各種聲音都勸港人留下，但反送中之後的港府是完全不掩飾放棄港人的態度，
公然不在乎移民的人，也是使市民更加心灰意冷的主因。因此，我覺得北京真的要嚴肅對待目前這個末日心態對香港社區的影響。管治國安，已然這麼做了，也無法再改變。但在這個前提下，香港社區的良好運行也必須應該是北京的首要目的，而不能光是國安大過天。現在國安倒是穩了，可是社區亂了，治安要是這樣推下去，香港才真的會變成臭港。況且這幾年為了國安目的而一味地提拔警隊高層，現在的特首、保安局長都是警隊出身，如果連基本治安都管理不好，這樣的特首是北京想要的特首嗎？6. 對於香港的經濟前景，相信北京是有能力讓其保持穩定，甚至重新增長。但治安需要港府來嚴肅治理，需要有能力的官運治理，而不是今天只缺舔北京講政治的擦鞋官運。如果港官連治安都管不好，以前那個安全的香港都逐漸消失，其實現在已經消失，那真建議北京責當介入。當然，要處理好一國兩制上法治的基礎，幫助香港管好治安。希望中央政府、中聯辦能通過這次碎屍案的惡劣程度看到這個發展趨勢，及時思考對策。當然，中央也可以讓子彈飛一倍人，等治安再差一些，港府蠢官完全鎮不住局面了，避不住到時候香港市民得上街遊行請北京來主持大局了。謝謝大家收看，歡迎給我們節目點讚。